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说，不着急学中国搞高超音速武器，是因为中国的葡萄有点酸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根据美国空军杂志1月19号报道，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告诉美国国内那些自由的人民，不要仅仅因为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比较超前了，就被高超音速武器吓破了胆。肯德尔说，高超音速武器这东西呢，更适合中国的战略，解决了以前中国很难对付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空军基地、海军舰艇等目标的问题。而至于美国空军呢，他说尚未确定未来使用什么样的武器组合，还需要摸着石头继续过河。那么大伙儿一看，这什么意思啊？中俄都已经搞成了高超音速武器，朝鲜都号称是连续试射成功，现在连印度都说开始要搞，而美国说不着急。不就是你空军连续3次试射失败，所以现在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吗？不过肯德尔的话呢，也不完全是酸葡萄心理，他也说了，高超音速武器是好东西，有快速而且不可预测的优势，美国以后还是要继续发展，只不过不会像中国那样把高超音速武器当作杀手锏。肯德尔这个人一直是个喜欢算钱算账的人，所以他的观点应该是离不开钱这个话题。他说高超音速武器更适合中国，这话不是没道理啊。如果对比中美，我们就发现了，除了火箭军，我们的海空军远程突击能力在手段的多样性方面，在打击纵深方面，在打击规模方面确实不如美军。我们没有 B-1B， 我们没有 B-2 那样的轰炸机，主要还是靠轰6携带巡航导弹。那么海军现在呢，还基本不怎么兼顾对地打击，航母舰载机数量规模也相对有限。而相比之下呢，美国海空军提供的防御纵深、拦截能力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我们的远程打击能力。所以正好是我们搞出了高超音速武器，形成了新的突破能力，有效地弥补了我们过去的缺陷。而美国海空军正好相反呢，他们具有丰富的大量的打击平台还有武器，比如说他们可以使用轰炸机，可以使用潜艇发射大量的各种巡航导弹，比如说隐身的拉萨姆。他们用数量和隐身优势足够饱和掉任何对手的防御能力。所以现在即使高超音速武器发展遇到了障碍，美国海空力量的大纵深打击能力仍然庞大，仍然有力。而且高超音速武器即使实验成功，在美国空军很可能也不是主力，毕竟 AGM-183A 那个小弹头装不了多少炸药，更多是靠精确、靠动能来对一些重要的小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地下的指挥所等等，让对手作战体系出现了部分瘫痪，然后是其他的武器、其他的装备鱼贯而入。隐身飞机属于是悄悄的踹门，高超音速武器就属于是高调快速的猛烈踹门。而且肯德尔当前也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手头上的资金不是无限的，是把更多的钱投给轰炸机，还有隐身巡航导弹这些已经很成熟的技术和装备，保证眼前的优势，还是把宝压在暂时看不到成功前景的项目上，削减那些成熟技术投资？那就要赌一下，赌美国最近几年是不是不用面临严重的冲突，告诉国会钱不够多，所以军队要忍耐。如果你是肯德尔，你在2个选择中选择哪个呢？所以肯德尔的思维应该说还是符合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对比，至少现阶段能够维持美军作战能力。但是高超音速，这是美国必须迈过去的门槛。就算美军不把高超音速武器当作主力，当作杀手锏，但是这个领域如果不能够获得突破，以后面对别人的高超音速武器杀手锏，恐怕也就拿不出多少有效的拦截手段。而真正让美国人不舒服的情况是，中国现在一方面延续美国的思路去发展隐身轰炸机，去发展隐身巡航导弹，另一方面呢，我们又在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形成新的杀手锏，然后还认真地告诉肯德尔，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好，关于美国空军部长为什么一定要在高超音速武器发展上去做一个不情愿的选择题，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